二战以来，莫斯科遭到的最大规模空袭，乌军大反攻真开始了。俄罗斯国防部30日宣布，乌克兰当天使用8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尽管所有无人机都被击毁，但这次空袭仍造成2人受轻伤，数栋建筑受到轻微损坏。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司令宣布即将发动反攻。那么，无人机袭击莫斯科是乌克兰的纯粹的报复，还是乌军大反攻的前奏呢？乌克兰陆军司令谢尔斯基上将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反攻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而英国、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专家认为，乌克兰军队可能将其反攻推迟到2024年。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基辅政权没有必要的力量和手段发动大规模攻击，再加上俄罗斯军队近期开始对乌克兰发动密集导弹和炸弹袭击，乌克兰更是难以组织大反攻。看来情况的确如此。乌克兰去年11月份就开始宣称的春季大反攻，到了现在都进入夏天了，依然没有真正意义的大规模反攻。在我看来，乌克兰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利用美西方援助的武器装备组织稳固的防御，阻止俄军进一步取得进展，才是最现实的、最正确的。在组织大反攻，完全就是自我毁灭的强弩之末行动。最近，英国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在俄乌冲突1年后发表了一份关于俄罗斯军队状况的新报告。英国专家得出的结论是，乌军的反攻太迟了，俄罗斯军队已经学会改进缺点，开始打得更好。该报告说，俄罗斯根据当前的任务调整了他们的战术，并能够纠正在特别行动的头几个月发现的许多问题。现在俄罗斯各军兵种协调畅通，打得更好。英国的报告指出，在开战初期，俄军部队的行动缺乏后勤和协调，长驱直入，没有空中掩护，导致吃了不少亏。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这种营战术群战术，改为小股多路，灵活指挥。最有效的是俄罗斯工程部队，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立了完整的防线，乌军反攻很难突破。同时，炮兵仍然是俄罗斯军队的骨干，1年来其应用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到2022年夏天，俄军炮兵也开始更积极、更高效地使用无人机，这大大降低了弹药成本，也提高了反炮阵能力，以避免被敌人的一次七射摧毁。俄军坦克和装甲车的使用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早期的坦克和装甲车是用来突破前线的，那么现在它们主要用于支援步兵。此外，许多坦克专门用于从封闭位置射击，主要发挥火炮的作用。俄罗斯还大幅改进了他们的电子战设备，现在他们在前线每10公里使用大约1个大型电子战系统，这很快就出了结果。乌克兰武装部队每月损失约1000架无人机。俄罗斯人改变了防空系统的密集部署方式，开始分散开来，以免受到反辐射导弹的攻击，成功拦截了美国海马斯火箭炮等远程火箭炮和导弹。总之，从英国的分析报告总体结论其实就是暗示乌军已经无法取得反攻胜利，无法最终赢得胜利。看来乌军真正意义的胜利大反攻，美国和北约怕是等不到了。而普京现在的言论和决心已经很明了，不再期待和谈，要打就把乌克兰打服。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